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期我们吃了本地人的餐馆，今天我们来吃一家四川人开的饭店，叫做四川饭店。然后这个位置在群众街的后面，就是这里，这里估计就是夜市，晚上比较热闹。四川人饭店在前面，你看这边上停的这些电动车就知道哈，这边上班的人比较多，是吧？嗯。这里门口两边全是电动车。你看这里下去两边全是车，现在中午了，应该吃饭的人不少。去吃一下。来，老板点菜，怎么点呢？看菜单点是吧？来，自己写啊。我发现这边这个餐饮点菜的这个程序落后成都好几代吧，但是今天这家比昨天那家要稍微先进点，因为他把所有的照片两边都很多啊，都搞出来了。这万一遇到文盲怎么办？不会写字的。看一下特色，宫保鸡丁，还有什么麻婆豆腐，宫保鸡丁啊，38、28，水煮牛肉，还点个水煮牛肉是吧？68，50哦，68。糖醋福寿约吧，来个。这个广东特色啊，罗非鱼，48一份，试一下吧。够了吧？够了。啊，就这样。拍个照，哎。吃辣不？我四川人。看到没？拍一个在手里哈，自己点的菜，虽然说不一定都会有 A、B 菜单，但是自己拍一个更保险一点。他们这边的菜，每个餐厅的菜单都挺多啊，这不是一个大单品店，这是一个偶尔吃下工作餐，还有符合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吃的。它还是有一个问题，没有分四川人、北方人来适合点的一些菜啊。虽然说它是四川人开的饭店，你看呀，上面大江南北的菜都有，但是这个价格来说，跟昨天比，它会再便宜一点点。为什么贵？是因为这里消费力强啊。你看，越是旅游的地方，它对吃的要求就越低，越没有下限，知道吗？只有更低，没有最低。终于上菜了，20分钟，20分钟也不算慢啊。整个店就我们一桌的菜，在做我们一桌人的菜，20分钟我觉得是稍微慢了一点点。第一个菜居然上的是麻婆豆腐啊！看看28块的麻婆豆腐跟昨天那里有什么区别？28块的麻婆豆腐放的是猪肉，加一块，上面看得到，这个是撒了花椒的。确定这个是撒了花椒，昨天是没有花椒。这个用麻和辣都上来了，整体看起来颜色红亮，但是豆腐用的是内酯豆腐。我倒觉得这个跟四川人的口味就已经无限接近了，做出了麻婆豆腐的80%。这个豆腐呢，大的大，小的小啊。小块的入味了，大的没有完全入味。麻婆豆腐做的有80%川味的意思，然后28块钱，里面是放的肉末，猪肉末，上面撒的是葱花。这道菜我觉得挺适合四川的口味的，在外面的旅游景区来讲，下一道水煮牛肉。它这个水煮牛肉一看就是江湖做法啊。正常的水煮牛肉呢，上面是撒的刀口辣椒。但是它这个是这个子弹头辣椒罐，在锅里面炸熟了之后淋到上面来了。哇，下面垫的是空心菜，然后这个是牛肉，这个牛肉这个刀工哈，一看就是顺筋的，这个顺筋牛肉，看到没？我先尝一下口味怎么样？这两个动作。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，如果牙口不好的，稍微
年长一点的长辈啊，年幼一点的小朋友，这个肉是嚼不烂的，肉倒是挺新鲜的啊。这盘牛肉分量还是不小的，估计有个4两的样子。然后还是那个样子啊，我随便刨一块出来，看到没？是为了好切还是怎么样？但是就是不好咬，瞬间。牛肉还是比较新鲜的，你看，我加了4块，基本上每一块都是瞬间。牛肉只有切丝的时候可以切瞬筋，因为横着经络切的话会碎会烂。但是切片的时候，一定不要切瞬筋牛肉。切瞬筋你腌的再好，都是会塞牙的，都咬不动。味道还挺不错的，也是正常的，上面有花椒有辣椒，炸完牛肉泼了上来，是水煮的流程。68块钱，完全值这个价格。味道的话，接近四川60%的味道。然后刀工的话就是不大好。体验的话，四川人吃还不错啊，四川的年轻人。你牙不好的就别点这个了，或者跟老板讲一下，不要切瞬筋，因为这个的话肉比较新鲜，我看它像现切的。下一道宫保鸡丁，这是我唯一第一次吃到宫保鸡丁用2荆条煸出来的啊，还加了小米辣。是听说我们是四川人吗？特别好。按正常来讲的话，宫保鸡丁要有干辣椒啊，完全没有一点干辣椒。这个是小米辣2荆条，加青椒，加我吃一下这个是什么？那就不叫宫保鸡丁。加豆瓣酱，加豆瓣酱炒了鸡胸肉。它唯一有一个放对了的，放了花生米。先尝一下鸡丁怎么样？这鸡丁咸香味的。这个鸡胸肉很新鲜啊，很新鲜。和荔枝味完全不搭边是吧？这是豆瓣味。这2荆条比四川的辣。宫保鸡丁38啊，这个菜的话，跟四川的宫保鸡丁完全不搭边啊，完全不搭边。它换个名字可能会更好一点。不是宫保鸡丁，38块钱，咸香味。OK， 我们等下一个菜。我们点了糖醋福寿鱼，老板搞错了，厨师做成了红烧福寿鱼，现在在换菜，估计要等一会儿。我们先吃这些菜吧，品尝一下宫保鸡丁。来，应该没那么快，鱼可能是现杀的。这地方旅游业弄发达哟，这个菜为啥做的？我说我跟你说，这个水平是啥子时候的水平吗？学过。这现在他做这个菜的水平，大概就是在05年的水平左右的。05年做成这个样子，就已经算是不错的餐厅了。20年前的水平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缺人来吃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做过你的回忆。没有卷是不？你下一次吃他餐厅是好久？估计1年吧，2年吧，最少。他根本不想做你的复购率，不想做复购率，不想做克斯利的这些来了，这个他们叫福寿鱼啊，我管它叫罗非鱼。这个鱼呢，上面有撒一些番茄，你看就是茄汁、糖醋吧。这个地方黑了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在锅底里面炸的，现炸的，挨着锅底久了它就黑了。先尝一下罗非鱼。这条鱼是现杀的，鱼肉很有弹性，不翻面，现做的。它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上次那个红烧的改装的？不太可能，因为红烧一烧，汁水烧进去了之后，你要改，那这个肉上面也会有那个红烧的颜色和味道，改不了的。这糖醋味调的一般，上面就撒了一点西红柿颗粒，调了个汁淋上去。这个鱼是炸好了之后，直接摆在盘子里面，直接淋了汁儿。这鱼好就好在非常新鲜啊。这个罗非大概有1斤半的样子，1斤半到2斤。这条福寿鱼48块钱，
有性价比的。那按照刚哥你说的这个流程，他怎么会一条鱼做20分钟呢？宰杀这条鱼就要花10分钟，它的菜单上的菜太多了，它是不可能所有菜都备在那里等你来消费。你看这个菜，这一面保守估计起码40-50个吧，这边40-50个，你想都想得到，100个菜里面挑选一个出来，它都是现做的、现备的，所以它上菜速度比较慢，慢就慢在这里。菜单一拿出来，全是菜，你就不要指望它有什么特色。所以这一顿饭，我觉得在旅游景点里面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那水平的话呢，我想这个在旅游区里面的水平应该就是算中等。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旅游业越发达的地方，餐饮业就越后退。因为游客不太可能啊，我下次还要来吃的，你给我做成这个样子。就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，有可能我下一次来2年、1年、3年、5年，有可能人一生一辈子旅游来一个地方再也不去了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他就没想过要做你长久生意。对，整体来讲，在旅游的里面来讲，算便宜了，这个菜已经算便宜了。我算一下多少钱，加3个餐位，174块钱。174块钱4个菜，有鱼有牛肉有鸡有豆腐，在景区里面100多块钱，人均50-60，这已经算是性价比之王啊！要啥自行车？对啊，就没有自行车来谈了。这个也比之前那个景区108是吧？2两五花肉的那个要实在的不知道哪里去了。现在我们3个人已经吃完饭了，总共消费199，人均消费60多块钱一个人。他给我们的感受就是，所有的菜材料非常新鲜，性价比高，味道就很普通很一般。特别是宫保鸡丁，跟宫保鸡丁没有什么关系，豆腐和牛肉还挺下饭的。整体来讲，他们在旅游景区里面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